突发，岛内多家媒体共同曝光出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：在25号凌晨，岛内有4架 F-16A 十分低调地飞往了美国。虽然台媒说是替代曾于13号返回台岛的6架 F-16A 执行训练任务，但是大白天的飞难道不好吗？为何要选择凌晨时间？而且为何要刻意涂掉机身涂装？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，飞机在夜间飞行和在日间飞行的区别可是非常大的。因为相比光线明亮的白天，夜间光线昏暗非常不利于飞行，飞行员在突发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折损。所以这次岛内派出的4架 F-16A 在凌晨秘密出发就十分可疑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从岛内飞往美国 F-16A 至少需要飞行10小时，也就是说这次岛内凌晨飞去，最快也要中午12点到1点多才能抵达美国，飞行距离更是已经超过了1万公里。而整个航程中 F-16A 至少需要10余次的油，而涂掉涂装，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或许是怕丢脸吧，毕竟以前岛内飞行员飞行时身边都需要一个教练跟着呢。当然这其中究竟是为什么没有官方公布的，咱们也不得而知。不过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驱使岛内这样不辞辛苦的飞往美国，还是值得一说的。按照台媒的说法是，美军帮助台岛进行训练， F-16战机现在还有什么好训练的吗？这时不时就要出现以及坠机事故以至于多次停飞的战机，基本上就等于是废铁了。所以也有媒体说，也很有可能是美军为岛内升级为 F-16V。 美国国防部25号公开表示，洛克希德马丁已经承接了台岛的凤展项目，为岛内20批次的 F-16机队进行改进升级，从雷达到反辐射导弹、自动防撞地系统、搜救信息等等功能都会升级，而且会在2022年9月30号前完成这个项目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次岛内军机飞往美国，不管是训练还是升级，都代表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美军和岛内的联系愈加紧密了。而且这虽然对解放军造不成什么很大的麻烦，但是却也同样带来了一点不确定性以及紧迫感。因为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台岛发送错误信号，用此前忽悠的6年内中国必定武力统一，继续加强岛内的分裂之心，以至于岛内现在各动作不断，加强战备的心更是明目张胆。不过就像是此前国台办明确表示的一样，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岛内出售武器，增加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，以武谋独终究只是螳臂挡车。所以美军美和岛内的联系加深一分，两岸统一的进度就会加快一分，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可能分出去，岛内的未来只能是中国。在5月24号，韩联社曝光了美韩在21号签署的全新导弹协议。在协议中，韩国将在未来积极发展导弹技术，且不再受到国际公约中相关条款限制，也就是关于导弹射程和当量的限制。由于韩国的敏感地理位置，外界担忧这一行为很可能引发韩国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介入。虽然我们尚未得知美韩此次会议到底谈了什么，但韩国后续表现已经可以说是确认站队了。在24号当天，韩媒曝光相关导弹协议后，韩国军方在接受采访时就被问到了决定的后续发展。韩军方表示，对于解除导弹禁令这个决定不会受到邻国影响。这一发言显然有些意味深长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与其说韩国是担心朝鲜的影响，不如说是担心中国的介入。在相关协议公布之后，有韩媒果断拿出了韩军已有的多型弹道导弹鼓吹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韩军现役的玄武4弹道导弹，射程在800公里左右。基于这个射程，有韩媒像是打了鸡血，暗指可以威慑中国。然而，韩国解除发展导弹限制，当真就能威胁到中国吗？有观察人士认为，美国想要把韩国狗链拆除，尽可能的对华产生威慑，那么在必要时候肯定要提供一些导弹技术给韩国。但朝鲜显然不可能在一边干等着，自然也会快速发展导弹，甚至有可能偶尔还多出几枚高超音速导弹。具体哪里来的就见仁见智了。分析认为，如果按照美国的一贯战略思路，偷偷提供技术和物资帮助韩国发展导弹，恐怕也会进行大量的限制。参考此前出售 F-16一样，能不能用得上还需要美国首肯。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这其实就是美国在韩国的第2次萨德事件，变相的让美军可以进一步在韩国部署导弹威胁中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有观点认为，随着美国的焦虑情绪上升，在亚太的动作也越来越大。如今整个亚太，尤其是台海地区，已经被美国折腾成了一个火药桶。但是这对中国来说，既是危险也是机会。毕竟在近海作战，我国远程打击手段可以发挥到极致，对我国优势也是最大的。
既然美国人打算组建联盟，围绕台海打攻防战，甚至拉着日本人玩登岛作战演习，那么我国也同样可以围点打援，彻底打散这些跳出来的魑魅魍魉，为我国战略辐射亚太打下基础。最近台海的水又开始沸腾了起来，就是因为美国在煽风点火。美国和台当局的危险动作一个接着一个，多国动作异常，局势开始不对劲，最终摊牌时刻即将来临。5月25日，据多家台媒集中报道称，台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训练的6架 F-16A 战机，曾在13日返回到台空军花莲基地，分别由台美飞行员驾驶。而在25日凌晨时刻，又有4架 F-16A 战机隐秘飞往美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凌晨秘密飞行外，这4架 F-16A 战机的涂装还被刻意抹去。而且报道还提到，这次远程跨洲飞行证实台军具备空中加油能力。而美国国防部也在近日宣布，洛马公司获得1.38亿美元的修订合同，为台军20批次 F-16战机进行全面性能升级，并开发和装备改良 AGM-88 反辐射导弹和自动防撞地系统。而这是台军飞行员首次驾驶飞机飞往美国，双方军事合作再次突破新高度。需要提到的是，在这不久前也曾有消息传出，有台士兵抱怨美方待遇太好，意外曝光美军在台基地的消息。随后又有匿名知情人士证实，美陆军此前已注入新竹陆军部队训练北区基地，并宣称这是美国首次实力参与联兵营的运作。对此，著名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就指出，如果是真的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相当于触犯红线，而岛内分裂势力仍然寄希望于美国。分析称，这些消息很可能是美台放出的烟雾弹，以此挑衅并试探大陆的反应。但是最不能试探的就是底线，一旦美台真正触及到最后的红线，只会加快大陆武统的步伐。底线试试就容易试试。如果在台海问题上中美翻脸，就不仅限于两国之间了，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拖其他盟友下水。而最近的国际风向也相当不对劲。首先是美国国内，包括美前国务卿基辛格、美国前驻华公使、前助理国防部长弗里明等中国通纷纷警告，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将世界都卷入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盟友们也纷纷明确站队，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段时间频繁叫嚣，已经明确了介入台海局势的立场。而一些包括菲律宾、新加坡等国家则避免站队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突然下达封口令，还表示不会在中美角力中站队。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也警告，中美发生冲突，大家都要完蛋。此外，法军总参谋长弗朗索瓦·勒库安特也表示，法国绝不会卷入中美可能的冲突中。而这个不寻常的国际风向，这都似乎预示着最后摊牌的时刻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、更出人意料。